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理，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第一赛段叫做轻轻交手赛，现在进程已经过半了，闲话少说，让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比赛。咱就是说，常驻到现在，只剩我这一人就开始捣鼓以前的事儿，是不是？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2季，第一赛段叫做轻轻交手赛。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我邀请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进行一段脱口秀的表演，为朋友们来热场、加油。真的是老朋友，因为确实老。去年嘛，65岁首次尝试脱口秀，记得吧？然后离开舞台的时候，他说：“如果不出意外，今年还会来。”为了让大家知道他没有出意外，今天他确实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珊珊。有范儿，淘汰了我2次了。大家好。我是珊珊，意外不？我还在，我更意外，节目还在啊！但今年我不是来参加比赛的，就给大家开个场。机会呢，还是要留给年轻人，啊，毕竟去年年轻人把机会让给了我，人家小鱼随口说了一句“正是闯的年纪”，就让我出圈了。这要说还得是北大学霸，他的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命运谁来改变？节目播出以后，好多媒体采访我，都快给我整成一个励志典型了。有时候我就感觉脱口秀这个行业一个老头不够用了。脱口秀是真的需要老龄化，好多老字号单位纷纷联系我，就是老年报、夕阳红、敬老院这些，邀请我去参加各种活动。我发现新老艺人赛道很窄，真正的老艺术家都很贵，像我这种新老艺人就比较抢手，甚至有点担心，我是不是抢了唐国强老师的活了？晚年生活分享活动我们一共是5个分享嘉宾，他们4个老艺术家是自己开豪车去的，就我是坐地铁去的，不是搞特殊，我就是单纯的喜欢爱新专座。
录制完成，节目组给我定了第二天早7点的返程航班，4点钟就要起床。我说能不能给我定一个正常时段的航班？他们说正常时段都超预算，不把我当艺人也就算了，也没把我当老人。这么早让我走，看来他们是真想把我送走啊！春节期间呢，几个有关单位联合举办敬老爱老联欢晚会，就他们让我给老人们送点温暖和快乐，我也需要啊。但我还是做了认真准备，就到那儿一看，满礼堂的老年人又唱又跳，比我快乐多了。我被温暖到了，所以那天我发挥的特别好，抢了所有老头的风头，好多老太太抢着和我拍照，有的还和我比心，当场气倒了好几个老头。就我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别的活动，比如春晚。是我们当地电视台的春晚。头一回加入脱口秀节目，电视台特别重视。我5分钟的段子改了7稿。我说这样观众还能笑吗？导演笑了，他说节目这个稿子审核已经通过了。录制那天，我说能不能给我装个提词器？导演说那是你们网络节目，我们电视台不整这些。他们不整这些，那就是整我呗。就我还参加了综艺节目《一路繁华》。见到了我的偶像刘晓庆老师。没想到吧，我也喜欢姐姐。哎呀，这当时给我激动的，还以为是在做梦。因为刘晓庆整整比我大了10岁，看上去我比她大20都不止。真的，小庆姐不应该来繁华，她应该去浪姐。就为此节目组还专门给我买了100万的人身意外险。就回家跟老伴说起这个事儿我儿子在他屋里不知怎么就听成了刘晓庆给了我100万。这下更不想上班了，就我只好到处跑通告，到处接演出，结果越跑越有劲儿，越演越年轻，养儿真的能防老。很棒。我老伴儿的闺蜜特意去看了我的线下演出，就第2天就跑到我们家，当着我的面跟老伴儿说：“你家老头火了，演出结束，好多女粉丝排队签名合影，你可要注意了。男人，尤其是说脱口秀的，一火就塌房。”我一听这是啥闺蜜呀？60多岁了，根本不懂男人，是吧？现在有些脱口秀男演员，那不火也塌房。就我就赶紧安慰老伴儿说：“你就放心吧，不可能，说我都老成这样了，那不可能摊上那么大的好事儿。”就以前我的工资交给老伴儿，演出费自己支配。上完节目演出多了，演出费涨了。我发现老伴儿最近经常让我顺道买东西。先是家庭日常用品，后来发展到手机家电。突然感觉就家里需要的东西全都在我演出的道上。半年下来，我房没塌，小金库塌了。我说老伴儿别让我顺道买了，你直接在美团闪购上下单不就行了？闪购一下，30分钟送达，不会让我们久等的。毕竟咱们这个岁数确实等不了他们太久。老伴儿一听，行，
那就用美团闪购。等会儿出去演出，你在路上顺道下个单。看来我要在这条道上一条道跑到黑了。要说变化最大呀，其实是我老伴儿。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他说我过去一直忙工作，现在整天鼓捣脱口秀，家里的事儿不闻不问。他演出一次说的话比和我1年说的就多。哎呀，听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我开始刻意聊他感兴趣的话题，偶尔也做些家务。前些日子呢，还带他去云南玩了几天。怎么说呢？就我俩现在这个感情吧，很难上再见爱人了。所以啊，我要特别感谢央视。彩排的时候节目导演听到这儿也笑了，说这样讲审核肯定能过。谢谢大家，我是珊珊。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珊珊哥。谢谢珊珊老师，珊珊大爷。珊珊哥，我多问一句，今年为什么只是表演嘉宾，没有参赛？机会要留给年轻人嘛。去年已经让给我了。哦，明年您主持是吧？这意思。拜拜。珊珊，sorry， 刚刚不要生气，刚刚不要生气啊！我正要感谢珊珊哥哦，为什么突然又冲向了我？不是，就是你们两个的，就是说忘年交，谁知道？对，开心的啊！来，再次感谢珊珊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场演出，谢谢珊珊，拜拜，谢谢大家。再次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笑笑团的成员，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张伟老师、各位大家好，罗永浩老师、鲁豫老师，还有本季新加入的李宇春老师。感谢4位的全程陪伴，让大家分析分析怎么能够更好的和生活轻轻交手。同时呢，我们还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编剧老师。对于这个节目整个的创作来说，编剧工作非常重要，帮助选手稿件流程的每一个细节。今天我们来了4位编剧老师的代表，程璐老师、海源老师、苗条老师、范范老师，欢迎各位。还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全国的各个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和代表。正是因为有这些俱乐部出色的经营，才能够给脱口秀行业不断的输送新鲜的血液，让我们看到更多年轻人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喜剧联合国、开花脱口秀、会说笑喜剧、喜翻喜剧、西安喜欢脱口秀、笑妈喜剧、昆明不止喜剧、会笑喜剧、过载喜剧俱乐部、宁波蓝总喜剧、四笑喜剧、酷豆可逗了工作坊、苏州莱塞喜剧、搞笑圈脱口秀、无名喜剧、都不酷喜剧、加密喜剧、去听喜剧、上课喜剧、单立人喜剧，欢迎各位。还有掌握着我们每一位脱口秀演员去留的现场的260位观众朋友，欢迎各位。来介绍一下规则，朋友们，我们这一季的节目一共是300张票 ，PK 赛结束之后，票数高的这位朋友就晋级了，票数低的那位朋友进入到待定区。如果平票，同时2个人都大于200票，2个人都晋级。如果双方的票数都低于或者等于200票，那么这2个人都要进待定区。本赛段一共有42个晋级名额，在本赛段结束之后，有17组朋友要离开脱口秀的这个舞台。特别说明，在本赛段使用等等灯的这个权利，每位嘉宾只有1次。目前罗永浩老师和鲁豫老师已经用过这个灯了，李宇春老师和大张伟老师要在下半赛段把这个权利用掉。行啊，闲话少说，让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比赛。第一组要对阵的2位是贾浩和火锅。哇！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去年他完成了从1轮游到进入总决赛的巨大的突破。那么从去年到今年这1年，也不知道他在美妆赛道上到底跑了有多远。哎，掌声欢迎
贾浩。Hello， 大家好，我是贾浩，欢迎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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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又开始了，脱口秀的夏天来了，我也带着自己化的妆来了啊。要给大家先汇报一下新的一年的一些变化。第一个，我今年开始尝试戴耳麦在演出了，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我觉得新的一年可以给自己一些新的表演方式、新的挑战。第二个，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演线下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像胡豆豆。哎，我每次听到这里，我真的在想你在开什么玩笑。我比他高这么多，就玩嘛啊！第二个变化是去年讲了美妆的段子以后，一切都变了。我能够理解有人叫我姐妹，我也能够理解有人叫我美妆博主老师，但为什么有人叫我姐妹老师？这我都忍了，直到前天晚上有人叫我脱口秀梁龙。也有观众给我发私信，特别是男生给我发私信说咨询护肤啊、打底啊、化妆啊什么的。我觉得兄弟们可以的，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一开始学化妆真的会不习惯。我刚学化妆的时候，有一次被自己保温杯上的口红印吓一跳，我心里想哪个绿茶偷喝我的红茶，反应过来是自己啊。现在我居然成了全行业唯独一个每场商演必须要全妆上台的演员了，唯独一个必须全。哎，以后别问我贾浩，谁对你的喜剧风格影响最大呀？毛戈平。我现在对外都说我的恩师毛戈平，但如果雅诗兰黛和迪奥愿意教我的话，我愿意背叛师门啊。我现在化妆的原则很简单，我只要化了就必须被人看到。我之前去时尚芭莎，别人给我化了一个很好的妆，当天晚上拍完照，我马上打车去了开放麦。那天我一个段子都没有写哦，但就是想见见观众们。那天我讲的倍儿凉，但我倍儿好看。别的演员出梗，我出图。下来还有演员讽刺我说现在不写段子都赶来开放麦了，有点装。我什么有点装？我全装。我现在偶尔也会直播化妆，但时间段很尴尬。白天直播化妆吧，你们都在上班，没有人看；晚上直播化妆吧，化完不知道给谁看。你们有过那种化了一个很好的妆，不知道找谁分享的痛苦吗？有天晚上我真的化了一个很好的妆，真的没有办法，只好去找了我同小区的邻居海源和广志。他们大半夜的打开门，看的是全妆的我，心里也很慌。我第一次有那种想法，我心想，我这真的便宜这两个男的了。他俩那天门都没让我进啊，10点多就说困了。我其实直播化妆也会有羞耻，我怕被熟人看到，我怕被长辈看到。有一次被一个熟人长辈看到，罗永浩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罗老师看我直播化妆看了2次，我感觉罗老师心里在想，贾浩这个直男怎么这么喜欢化妆啊？我心里想，罗老师您这个硬汉怎么这么喜欢看别人化妆啊？哎，那种彼此羞耻的感觉，真的好像你小时候在家里悄悄套丝袜，你爸穿着高跟鞋进来了。但罗老师人很好，马上给我刷了一个很大的礼物。我当时第一反应真的是，罗老师您赶紧走，赶紧走，不要让债主看到你在打赏男主播。而且你直播化妆，你的步骤在不断的推进，每个人进来看到的点是不一样的，大家能够理解对吧？所以那天有个姑娘一进来就说，贾浩一看就不懂化妆嘛，他都不知道拍散粉。哼，我刚刚才拍完散粉，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散粉呐散粉呐散粉呐，他像个散粉的唯粉。我那天为了他，我拍了3遍散粉，拍到后面我感觉我不是做喜剧，我在做京剧。再有人进直播间我就
散粉那个粉浓到什么程度？后来有个哥们儿进来在我面前点烟，我脸炸了一下。3遍散粉交流步骤我能够理解，但为什么那天有个哥们儿一进直播间看我一个男生在化妆，他就一直在那儿刷娘娘娘娘娘，你就感觉他妈走丢了。哎，我真的希望这位刷娘娘娘的朋友，事业和股票都跌啊！因为没有人规定男生应该什么样子，对吧？也没有人规定女生应该什么样子，我就完全两者有相通的地方。像我完全可以空气投篮以后涂口红。我甚至觉得喜欢打游戏的男生和喜欢化妆的女生都会经常抱怨同一句话：哎呀，怎么又卡了？它是能相通的。我现在慢慢意识到，素颜的我是我气场最弱的时候。我现在化完全妆，我简直是钮祜禄贾浩。但是钮祜禄贾浩也驾驭不了一些观众的建议。真的观众给我发私信说：哎，浩哥，看你直播化妆，发现你那个胡茬有点重，你要不要去做个激光脱毛手术？我心里想，那是不是走得更远了？也有人说你要不要教会所有脱口秀男演员学化妆？这个样子的话，你积大德了。我心里想，这就积大德了。在我心目中，什么才叫积大德？以后酒桌上再有中年大哥讲低俗段子，我拿着散粉过去，哥太油了。当然也被质疑过，刚讲化妆的段子，有人说你这个投机取巧，你就是为了取悦一些观众，讨好一些观众。我承认最开始是有点，但你要现在再这么说我就有点不理解了。大家听听这个数据，我现在9瓶粉底液，17管口红，30多把刷子，我去年化妆超过80次，有没有可能我就是单纯的陷进去了？有没有可能？所以我也在想，贾浩，你化妆究竟为什么呀？反倒是今年过年回家教我妈化妆的时候，我好像找到了答案。我妈让我教她化妆，但她完全不按你说的步骤来，经常打个粉底就要去打麻将，妆都不定一下，给我急的。我从来没想过我急起来我以后说出自己那么反感的话。我在那儿娘娘娘，散粉呢，散粉呢，散粉呢。我妈一个四川阿姨用 TVB 的方式，好像道出了化妆的精髓。她说：“化妆嘛，最重要就是开心噻。”谢谢大家，我贾浩，谢谢。我真服了，我的天哪，怎么开成这样？贾浩。锁票倒计时，热烈的掌声送给贾浩。我第一个要问的是春春，因为全程在拍沙发。我感觉我今天听这个开场的段子，我可以炸一天。哪里炸到了你？就是它的整个节奏，然后它的每一个环环相扣，然后我观察到大老师跟罗老师拍的那个灯是娘娘娘娘娘，娘娘娘，然后紧接着我跟鲁豫姐拍的是爹爹爹爹爹，那个地方太炸了。而且我去年是在屏幕上看嘛，我没有这么直观的感受到，所以我今天一上来我就觉得他今天是不是喝了假酒？但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逐渐的在自己的风格上不断的升级进化，然后我觉得他越来越舒适，越来越从容的掌握这个舞台了。是的，是的。贾浩是不是有点和之前的表现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反正就是越来越精进啊，因为精致男孩就是每天越来越精进，是不是？这么精致男孩是不是家里非得那蚊子都是双眼皮的吧？哎，就是说本身你能把段子写这么密集。然后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你自个儿写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爽啊？感觉我又想出这个，想出那个。也没有啊，而且我去年开始就有教练团队，就是海源和广志，还有那个罗明、小罗，他们是我教练啊。我去年没有公布，今年我可以早早的先表扬他们啊。海哥还是很厉害的啊。
谢谢浩哥这么肯定哈。啊，我觉得贾浩今天看贾浩这场演出，非常的为他开心，也非常感动。然后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贾浩今年又比去年进步了，去年又比前年进步了。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贾浩在背后付出了什么，因为他是非常非常勤奋的一位演员，就是他只要回上海有空，他就去开放麦就改段子，然后有时候假装来我家找我打一会儿游戏，其实又是要聊段子。对，时刻都琢磨着这点事儿啊。我觉得演员想进步的话啊，必须像贾浩这样学习，一定会有收获的。谢谢海源，谢谢。来，鲁豫，贾浩能力特别强，我觉得他已经开挂了。开挂了。其实刚才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他的开场是有点急，调起的是高的。如果换一个人的话，现场的那种信心不够强的话，其实后面是会节奏会乱的。但贾浩就是能力强，他完全能够顶上去，最后就完全炸了。他有新人没有的那种对单口喜剧的热情，他还在线下演出，每场都是激情满满，然后还在一直写段子。他的文本磨得越来越扎实，然后他的表演找到了一个他自己最舒适的节奏。用鲁豫老师的话讲，要怎么讲怎么有。浩哥是去开放麦最勤的演员之一。所以我觉得那些觉得自己才华被埋没的人，你先把开放麦的频次跟浩哥拉齐再说吧。我前段时间1个多月一直在巡演自己的主打秀，叫贾浩和郭光文，应该一共演了16个城市，18场，大概有15371个观众。你是四川的独苗。四川之光，贾浩老师一直代表着川籍演员在外面摸爬滚打，才有了我们这些小演员上台的机会。今天开始是鼻涕。你们有点来到秦道的那个。住了3天夜，他今天为什么要好那个手？嗓子也质量也好，我现在就跟那个小药罐子一样。再次把掌声送给贾浩，谢谢。贾浩休息一下，太棒啦！谢谢贾浩。要和贾浩 PK 的这位朋友，第一次来参加节目，第一次来就上强度。他之前是一位来自云南的警察。掌声欢迎火锅。大家好，我是火锅，现在是一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以前是云南的一个警察，是在中缅边境派出所工作的。年龄36。讲脱口秀多久了？1年。还有什么其他的技能？格斗、射击、长跑。3公里12分13秒。我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能够让大家看到和接住我这个人，我觉得那就好了。姐姐好帅啊！姐姐好辣。我是火锅，自我介绍一下，我之前是一名云南的警察，之前是一个中缅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哇，没错。既然男孩子给大家聊美妆，那女孩子给大家聊聊办案吧。我们所平时业务量很大。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活泼的警察，但我发现报案人通常比我活泼。有报案人来找我报案，开口就是你好。
女警察叔叔，啊，好奇怪的称谓啊！今天想给大家聊一聊我的警察故事。我从小就想做警察，因为我喜欢成龙的作品，我就想成为成龙那样的警察，太酷了，从来不走楼梯干。从警校毕业，我的越野和格斗是满分。去派出所报到，跑步的时候，有个人说男警和女警一起跑，女警跟不上。哼，那天我把那个人套了2圈。每次跑到他旁边，我还对着他的耳朵跑快点儿，男人。哎，其实我是想着，我表现得好一点，可以安排一个很酷的师兄来带我啊！我的脑海里已经出现吴彦祖的身影了。结果来带我的师兄，长得和那个哪吒里的太乙真人一模一样。他是个贵州人，说话还带怒音。天菩萨，天菩萨就是我们云贵川的 Jesus Christ。咋个会有跑得那么快的妹妹哦？走，带你出警。我一听我知道稳了，我要参加湄公河行动了。结果师兄带我去抓鸡，老百姓请客要做烧鸡，鸡跑了抓不着，打电话报警，说是报案人急得很，水都烧开了。客人也到了，要一个跑得快的警官去。我跑得快有什么用？云南的鸡会飞，谁能抓得到飞机？那个鸡啊，飞过了边境线，飞进了缅甸。师兄站在边境线上叉个腰，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年男人的嗓子里住着一辆摩托车。鸡出国了。最后啊，我是让缉毒犬卧底成农村土狗。叼回来的。然后那段时间，我们所就发现我的才能啦，给我安排的案子都什么：牛走丢了，去找牛；小孩被猪拱了，去抓猪；猪又掉粪坑了，去捞猪。太难受了，咋个我这个警察专门办畜生的案子？我从小好强，但又特别爱哭。我每天看着其他人出警办大案子，晚上都忍不住在宿舍里哭和嗦米线。啊，人真的好复杂，怎么可以悲伤的同时还贪吃，还自恋？边哭边嗦米线的时候，照了眼镜子，我发现，妈耶，我好有破碎感哦。但我不想做一个破碎的警察，我想做一个破案的警察。过了几天，正好是泼水节，所里安排我和师兄做便衣，维持秩序。师兄见我是第一次参加，说是要把体验感拉满，给我租了一条傣族裙，给自己搞了一件马甲。天菩萨，你们有没有见过太乙真人穿马甲？那2块布只能搭在上面，风一吹，欢迎光临。关键师兄他也不懂啊，他给我租了一条鱼尾裙，跑都跑不掉。那天我俩被泼惨了，师兄只记得租服装，忘了买水枪，我俩只能吐口水。但是我突然看到有一个男的把水灌到气球里，专门拿来砸女孩子，而且他还不过瘾，他跑到一个女孩子面前，把她衣领拉开，把水气球塞了进去，
啪一下按炸了。好好的节日，只有畜生才会干这种事儿。哎，巧了，我这个警察专门办畜生的案子。当时我一个高抬腿我就出去了，但同时我也听到了一声“擦”，我想完了，哎呦，歹装变旗袍了。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一种 power， 我一把把那个男的按翻在地，然后把那些水气球全部塞到他的衣服里面。你们玩过打地鼠吗？哦，那天我心里的感觉就是，呜呼！哇，女人穿警服也太好了吧，可以做好多事。但我当时穿的是歹装，没有人知道我是警察。好几个妹妹在我后面，姐姐好帅，姐姐逮捕我。认真的吗？其实那天晚上我还是哭了，歹装赔了700块。我以为我会一直办一些这样的案子。直到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热心市民报警，说有个男的喝多了以后，脱的只剩个裤衩，在街边的绿化带里面撒酒疯。等我和师兄到了现场，街边的绿化带不是有那种绿色的灯带吗？哇哦，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人，在一片绿光里面跳孔雀舞。哇，我惊呆了！怎么云南人喝多就要跳孔雀舞啊？也太符合刻板印象了吧！我当时就把我那个执法记录仪的摄像头对准他，给我拍！我要在明天的交班会上，让我们所有的领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云南印象。然后我们叫他赶紧出来嘛，他不肯。他说他的真实身份是孔雀公主，然后前面不是隔离带吗？他一个大跳跃，来到我的面前，伸出他的孔雀手，抓我的头。有时候警察也想报警啊。但我突然发现，这个人身上没有酒味，我一想着了，不是喝多了，是吃菌子中毒啊。更符合刻板印象了呀！我好怕他下一秒要掏出一个葫芦丝开始吹了。我们赶紧把孔雀公主拉进医院了。果然，他一个人在家里炒菌子，炒着炒着尝了一口。过了一会儿，他家厨房门打开了，一只孔雀骑着杨丽萍进来问他：“你要跳舞吗？”难怪孔雀舞跳得那么有信念感。一转眼我已经工作18年了，有了很多奖状、锦旗，还有3等功。我发现我不用做成龙，我做我自己，照样有我的新警察故事。谢谢大家，我是火锅。火锅的锁票倒计时。火锅的自我介绍写的特别直接，叫我是警察。哇，就是一个来自云南的警察。哇，你就是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让大家对你的状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一报完这个，观众里没有跑的，对不对？没有跑的立刻抓。会有来跟我报案的，现场报案，是，太逗了。好的，来，春春很喜欢，又特别投入的喜欢。是的，因为他一上来的我觉得很帅，首先，然后这样的一个女警察的一个形象，我是觉得非常亲切。首先，因为我们家有很多的警察，我爸爸是警察，然后我有2个表哥也是警察。然后其实我当时我妈妈对我的职业规划里面，我有可能是我们家的一个女警的。所以我对这个职业是天然有一种熟悉感，有一种这个亲切感的。然后刚刚在那个听他分享他的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鲜活。然后尤其是他讲到那个泼水节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同感的地方。比如说
会以一种祝福的名义，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然后或者是一种理由或者一种借口来以祝福的方式向你表达一种其实是很不礼貌。越界，所以他在讲那一段的时候，我是特别有感受的。然后他的行为也让我觉得很爽。对对，就是很过瘾、很解气的一种感受。对对对。谢谢春春的分享。大老师觉得哪儿好？我觉得哪儿都好啊，哪儿都太好了啊，有意思。一上来大家就被他这个气场啊，然后这种帅气给镇住了，而且后边那个多他那个特别好玩。如果这个节目播完之后，我就以后说他们姐姐杀我，说姐姐多我，然后这个姐姐多我啊。作为他的应该电视首秀吧，是绝对立住了一个英姿飒爽的一位年轻女性。然后作为警察的故事，我其实特别赞同你以后可能也许就是浅尝辄止，因为我们明白中缅边境那么一个特别的地方，可能很多东西也许你未必能够在这舞台上讲，但是还有更多其他的，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的。来，多言，谢谢大家，谢谢。当贾浩回到台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组确实挺亮眼的。贾浩回到台中，赶紧补妆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小小船灯数，40对20。在全场观众投票结束之后，贾浩和火锅的票数是首先，恭喜贾浩拿到了296票，贾浩进入晋级区。同时，我们也要恭喜火锅，在他的首秀上也拿到了234票的好成绩，在待定区稍微等待。感觉就是，如果你必须去参加一个必输的战斗，你要怎么打？本来一开始有一点想哭，但讲完觉得也没遗憾了。就是最后一次在台上讲我是一个警察，但是真的超爽的，就是那种感觉。那么下一组要来1v1 PK 的是大国手和不辣。首先要出场的这位呢，大家对他挺熟悉的，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思考。所以他不太有时间上班和挣钱所以就过得比较穷，然后于是穷着呢，就把自己穷笑了，什么玩意儿？掌声欢迎大国手！嗨。大家好，我是大国手，是个学哲学的，5年没上班。不是我找不到工作，而是我找到了更多，找自我价值，找人生意义，找朋友借钱。虽然没钱，但我租房一定要租个2室，一个当卧室，一个当工作室。我有个原则，人可以没有工作，但不能没有工作室。没工作你就是个混子，没工作但有个工作室，你就是艺术家。房子很破很便宜，但我很满意，冬冷夏热的。冬天是动产，夏天是不动产。动产不动产我都有了。虽然没钱，但我很有骨气。之前有个机构找我去当成功学讲师。我这么穷，看上我啥了？感觉成功学走投无路了。他给我承诺1个小时1000块，我好心动呀。但我是学道德哲学的。我的专业要求我不能撒谎，要求真，我就没有去。所以什么是真？
真就是我真缺钱，读书真是害了我。我发现有些人穷，他不光是能力有问题，他态度也有问题，他就该穷，他穷的充满了确定性，小确穷。虽然没挣到这笔钱，但我感觉很自由。康德说了，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朋友听了问我，那你想旅游怎么办？我说，一看你就没听懂。康德说了，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自由不是你想旅游就旅游，而是你不想旅游就可以不旅游。他说，那你不想不旅游怎么办？说实话我没听懂，但我有点想旅游了。当然我没去，穷人满足欲望的方式主要靠禁欲。这也不是我瞎说，哲学上有个斯多葛主义，认为幸福不是来源于物质的丰富，而是内心的满足。我心想，我可真是天生的哲学家，就继续研究，往后一翻，这流派没了。我猜可能是饿没的，死的时候胃里空空如也，内心极大满足，满足死了。但这毕竟是书上的东西，我也没被吓住。直到有一个穷朋友生病了，连夜进了 ICU， 我就有点慌了。我是不是太穷了？这样的生活有保障吗？生病了怎么办？我要不要还他的钱？没还，也没多少，我就帮他转发水滴筹，3天就筹够了。我瞬间就不怕生病了，生命自有出路。他可以，我也可以，而且我想愁就愁，不想愁就不愁，一点也不愁。内心非常的 chill， 水滴 chill。我就在这种 chill 的状态下探索生活。23年就开始尝试脱口秀，还自费去外地参加比赛，没钱住宿，就在一个女性物品闲置群里问，有没有姐妹让我小额付费住一下沙发。我希望有人联系我，但真有个人联系我，我又有点害怕，我怕他嘎我腰子。我理性分析了一下，一个腰子还能活，酒店1晚300真要命。我正瞎想呢，他给我发微信，我要去看演唱会了，钥匙就给你放门外，你就当自己家。我觉得他人好好呀，要是能带我去看演唱会就更好了。虽然穷，但活得很有安全感，因为朋友和陌生人都给了我很多爱，还借给我很多钱。我真的很幸运，也就是遇上了这群朋友们。后来上完节目还完了债，我的债主也真的很幸运，也就是遇上了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去年讲了我学哲学、骑摩托和乐手谈恋爱，有些网友就骂我富二代装穷，他们骂得好好听呀，听起来像祝福。但我不服，他们总是认为有钱人才配自由，还说什么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要我说，有条件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条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无条件的？贫穷。你想穷就穷，你不想穷也得穷。经过认真思辨，我就发现，穷人就适合学哲学，因为穷则思变。
哲学的智慧是无穷的，学哲学的人有穷的。不学哲学的人也有穷的，世界本来就是穷人的。有报告说，全国只有0.33%的人是富人，也就是1万个人里面只有33个人是富人，是豪门，而我们穷门。我不陷入豪门，因为豪门会没落，穷门永存。欢迎加入穷门。尤其是年轻人，人固有一穷，但20岁的穷是相对性的穷，辩证性的穷，结构性的穷。不要怕，20岁你血条又厚，父母也还年轻，不需要你照顾，社会对你也没啥期待，因为根本没人期待你。虽然你没有资本，但你有穷的资本，所以不要怕，大胆穷，拿出贫穷的勇气，你就会发现，当你拥抱贫穷时，贫穷也会拥抱你。是不是还挺励志的？成功学就是看中了我这个。本来结尾我想送大家财务自由的，经过一番思辨，我又觉得算了，不是我不想送，也不是我不想不送，而是康德说了，当你不想要财务自由的时候，你就自由了。谢谢大家，我是大国手。大国手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大国手。和去年风格上是一样的，对，但是比去年的还好笑。对对对，而且整个水准又上去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因为像他这样平时没事就躺着胡思乱想，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所以我对大国手从第一次就特别喜欢，然后期待他成长成为一个怎么说呢？其实袅袅后来不怎么演出以后，我就很难过，因为我们这个舞台有很多是完全无厘头的搞笑，也非常优秀，然后有很多生活经验的那种有趣的叙事型的也非常好，但是同时我也特别希望这个台上有更多头脑特别聪明的，然后能想出很谁不聪明？不聊这个啊，不是聪明的方向不太一样，不一样。对呀。袅袅老师，刚才 Q 到您了。我对这个段子也很惊喜的。其实从读稿会后来，他自己也改了很多，所以大国手本人的创作能力真的非常强，为你感到开心。好，谢谢娘娘。因为我跟大国手关系也挺好，然后看他一步一步，从刚开始特别焦虑，然后最后把这篇稿子很好的呈现在舞台上，替他特别开心。最后就一句话：穷门永存。穷门永存。我在小红书上关注大国手，然后我有时候会看他做直播。你知道我内心是特别矛盾的，一方面我特别高兴，但同时因为我太喜欢你的风格了，我希望你一直讲这样的内容。可是我就明白，那就是留给大国手讲贫穷的时间不多了。谢谢鲁豫老师，但是不用担心，我就是变得日子过得好了起来就会怎么样。我希望你日子过得好。现在我就是也在做着我之前上节目之前就有一个月薪1600的工作，兼职给一些喜欢哲学的人去上课。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能够就是别人的思想能够反哺我，而且需要1600的工资帮我平衡一下名利场的喧嚣。厉害！哎，就是每个人看那种哲学书的感觉不一样。我每回看那种书的时候，老想编笑话。就是我之前我能编一个，我能说一个吗？非常不好笑啊，但是我试试啊。你们知道尼采啊？为什么要看这个尼采的书？看了半天，你们觉得尼采这个名像不像一个河南人？说你猜，说聂采，说你说什么呢？聂采，这是名言，谁说的？是聂采。
没事啊。你的那些你的那些笑话啊，和大国手的确实不太能比。没有，哥们也非常支持那个斯多哥学派啊，我非常明白。作为老一代，我再啰嗦一句吧，就一句是吧？就一句。广志那个穷鬼生涯过了之后，多读一些书是创作寻求突破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好嘞，好嘞，刘，您直播间有卖书是吧？有。好，我去买一些，狠狠的读一读，谢谢刘。来买我的课也行。让我们再次感谢大国手的表演。休息一下，要和大国手对战的这位朋友非常非常有感染力的演员，他想要在今天的舞台和我们分享一段特殊的经历，掌声欢迎不辣。哎呦，你们好棒！我是不辣。现在聊点最近发生事情吧。哎，说实话，最近还是蛮苦恼的，因为我前一阵子演出之后收到一条差评，有个观众说我长得猥琐。哎，我一直以为我是可爱，没想到我是个猥琐小可爱。而且通常也就说我不好笑，哪怕说我不好看，我都能忍受。但说猥琐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哎，我甚至不知道一个女生怎么样才算长得猥琐。我网上去搜猥琐女，跳出来哇塞，全是男的，要么女的模仿男的。我想完了，他该不会骂我像个男的吧？这骂的也太脏了。去年靠外表还演上了一个短剧。哇哦！啊，这是个很正经的短剧，主要反映职场霸凌的一些现象。我当天就跟我妈说，哎妈，我要去那个职场性骚扰的短剧。她马上就紧张起来，她说，哎呦，那你不要吃亏哦，哎，人家摸过来了，你巴掌那个打过去哦。我说，妈，是我去摸人家。她一听，呀，那你也不要吃亏啊。说人家过来了，你巴掌那个摸过去啊。他们摄像老师出来给我讲戏，他说：“哎，老师，哎，等一下是你的第一场戏啊，好吧，是个眼神戏啊。等一下男主从这个门进来，你就眼神开始骚扰他，你知道吧？骚扰他，哎，你的眼神当中啊，要充满欲望，要有攻击性啊，要 dirty 啊。”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我知道男性凝视。我说哎呦，老师你蛮懂的嘛，我们马上开始好吧？3、2、1 ，action！ 我就，哼。然后刚演完，那边一喊咔，我就知道完了，哇塞，一条过。我看男主也要完了，因为他整个人愣在那边，哇塞，根本接不住我的戏。哎，说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他见我站在那边就走了过来，毕恭毕敬给我鞠了一个躬。他说：“哎呦，老师，哇，您刚才真是演得太好了。哎，您是科班出身的吧？哎，刚才那些是学校的老师教你的吗？”我说：“不是，是社会上的老登教我的。”导演彻底被我征服了。他说：“哎呦，老师，你老天赏饭吃啊！以后职场性骚扰戏还找你，赏饭吃赏什么饭？是牢饭吃吗？最好一点就这个戏他拍了，但是没有播，因为我的戏被全部剪掉了。没关系，因为我也能够理解，而且我也真的觉得那些职场性骚扰的人就是应该被全部剪掉。好，谢谢大家，辛苦了。来，把掌声送给不辣，谢谢。同时，我们也请大国手回到台中。我们来看一下2位脱口秀演员他们最终的得票是。恭喜大国手进入到晋级区，加油！
谢谢。下一组要来1v1 PK 的是高寒和小四爷。马上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他的表演风格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活人微死。掌声有请高寒。朋友们还有楼上的朋友们，下午好哈。我叫高寒，其实我是一个富二代。我爸是养鸡的，养了1万只鸡，村里人都管他叫养鸡大王，也有人管他叫蛋总。作为养鸡大王的儿子，养鸡王子，我觉得鸡很可怜，鸡没有人权。就为了不浪费饲料，长得慢的鸡我们会把它吃掉。小规模养鸡不用这样，但咱家养鸡场是个大厂，大厂就得搞末位淘汰。哇，狼性文化，这种狼性文化让我天天吃鸡。它不是一般狼性文化，它是黄鼠狼性文化。天天吃鸡。当时我上小学1年级，我同桌问我，他说：“高寒，今天星期几？”我说：“不知道你星期几，反正我天天星期4。”就是这么疯狂，写日记都是狂人日记，一翻开满本写了2个字儿：吃鸡。当时真的同学们都嫉妒我，都恨我。总有刁民想害养鸡王子。下课莫名其妙有一个同学就过来指着我说：“你家鸡饲料里放激素了。”给我说愣住了，没放，但是我慌了。我说：“对呀、激素咋的了？鸡爱吃素。”哎呀，这段剪掉。我问鸡了，我说往你饲料里搁点激素行不？这个鸡说：“哎，搁。”哎，我知道你们想扣我钱，但是我爸说这个谐音梗可以讲，蛋总允许了。当时是2006年，那个年代太神奇了，就咱家养鸡能养出优越感，能养出自豪感，能养出禽流感。鸡全死了，死鸡是1分钱不值的，因为村里人不敢吃，老乡不敢吃老乡鸡。都死了是因为我爸他不会治，他当时用一个偏方在鸡饲料里放鸡蛋。我说这是干啥呀？鸡蛋是鸡的宝宝啊！你想让鸡吃完有什么反应？鸡说：“哎呀，吃饱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鸡质问我爸，鸡说：“你刚才往我饲料里放啥呀？”我爸说：“吃的是宝宝辅食。”这个让鸡吃鸡蛋，这不就相当于《封神榜》里那个姬昌和伯邑考吗？我说啊，爸，你这个养鸡大王是纣王啊！一夜之间破产了，就是咱家从婆罗门变成了穷门。我都想让那个别人给咱家捐款，但没有渠道，那个年代还没有水滴切。我爸真的完全不会治，一点医疗知识没有，他就是用4天休给鸡打针，用4天休给鸡吃药，他是那种4+4，所以他不会治。不会治，一夜之间破产了，所以我觉得人生真是无常，很多事儿说不准。要不是因为禽流感疫情，养鸡王子不可能在这儿取悦你们这些老百姓。就说实话，这个比赛我也不是太在乎，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大王和养鸡大王一样，都是虚妄。当大王又能怎么样呢？都跑对面去了。
有的大王都不讲脱口秀了，有的大王都不能讲脱口秀了。哎，就剩一个呼兰在股市里被资本家像猴子一样戏耍，对面节目的大王甚至就是猴子。所以我真不理解，就我的朋友们为了这个节目写稿到累吐血了。我说你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呀？就算节目组跟我说，他说高寒，今年我们就让你当这个大王了，我也只会说一句可以。我爱当我适合当大王，因为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迷失。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梦幻泡影。我当大王那一刻一定会想起咱家最辉煌的时候，2006年。我爸在高丽坊镇养殖户表彰大会上得到了养鸡行业的最高奖项金鸡奖。他是那年的金鸡奖最佳饲养员。我看着咱家养鸡场非常大，所以我感觉它永远不会倒塌。但那天我在养鸡场里听到几只鸡咳嗽，我没听过鸡咳嗽，我只听过企鹅咳嗽，在 QQ 上。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从小就跟腾讯有缘。哦，哎呀，要不得，要不得呀！然后鸡就开始疯狂地掉毛。咱家鸡是养在一个悬空的架子上，是白羽鸡，羽毛是白色的。一进养鸡场，我吓一跳，我说妈呀，下雪了！2006年的第一场雪，是咱家养鸡场里下的鹅毛大雪，一夜之间1万只鸡全死了。那天我爸没睡觉，他在养鸡场发了一夜呆。第二天早上我过去找我爸，我说爸，咱们的人生还有希望吗？我爸说有鸡毛啊。讲到这儿，谢谢你们。来，高寒，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高寒。邵刚老师，我刚才想说一下，这个刚才你们在很快乐的看演出，中间有2-3分钟，我经历了我人生录这一类节目最艰难的2-3分钟。你怎么了？没注意？我从后边拿水喝，不小心把这个美团的牌子撞倒了，然后我慌得要死，出了很多汗。因为上一季他表现一般，我觉得可能我拍不了灯，然后我就想，结束的时候我要说明我这个不是我拍的，起来真诚地跟他道歉，甚至鞠个躬，不惜露出我的秃顶。然后我做很多这种想法，结果他很给力，很争气，就后边一个梗接一个梗，最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天意。哎，我想说句话，来，高寒，我想这么的，我放弃这10票，让罗老师给我鞠个躬。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哎，别，老师，别，老师坐下，不能管你孩子，不能管你孩子，什么玩意儿？坐下。首先，别，老师，别，我开玩笑。我有更好的建议，就是说我保留这10票给你鞠个躬。完了，羞愧，太愣了。疯了！哎，高寒，假设啊，刚才和你 PK 的是贾浩，哎，你觉得你俩谁赢？他赢，因为浩哥是这样，他的表演节奏很成熟，我的节奏比较生疏，我上去用生疏的节奏接他成熟的节奏，我就接不住，观众就是有点烦我，他感觉你这个人讲的太新了。张老师，哎，浩哥，高寒他私下不是这么说的大材料。他昨天在化妆间当着另外几个新演员说，我这季想打贾浩，被我听到了啊！
你把你昨天说的话说一下。那其实我昨天说想打的贾浩算咖位比较小的。节目组可不可以安排下一轮我俩打一下啊？哎，你是不是小时候被鸡多过呀？这多过你。高寒，为了安全去旁边休息一下。我赶紧跑，我走了。高寒看起来是很混不吝的，很不在乎的，然后特别无所谓的，拽拽的那个劲儿，但是，那个梗一个接一个就表现得非常好，所以高寒是感觉很惊艳的。要和高寒1v1 PK 的，听名字呢，怎么了？很显赫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人如其名的。掌声有请小四爷，小四爷。大家好，我是小四爷谢谢我是个穷二代我现在在上海租房住。前两天我室友突然跟我说，觉得住在上海这种钢筋水泥鸽子楼的房子住起来很压抑，想住海景房。我说你也别光聊天，你继续喝。我觉得这种房子挺好的，因为我来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住的房子太破了，站在屋里你能看到盖这个房子所有的原材料全都露出来了，石头、泥、芦苇干墙上挂的大白也不能叫大白，大概白。这墙不光烂还潮，动不动就发霉，尤其梅雨季节，我家墙每天都有新的 OOTD。每天我都想给他们发 TD。为了遮住这些烂墙，我爸也会往上面贴旧报纸什么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会贴一些不太恰当的成语典故，持之以恒。我说爸，咱们家这么破，还要持之以恒吗？那你可真是无恶不作。但是贴了也持续不了多久，贴一层烂一层我爸又在持之以恒上面贴了世界地图。我10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世界烂透了。墙不光烂，还有很多缝隙，所以我家深受动物们的喜爱。屋里不光有老鼠还有壁虎、蝎子、蜈蚣他是我家的外来务工人员。黄鼠狼也经常来我家，虽然动物多，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因为我后来发现，壁虎吃蝎子，老鼠吃壁虎，黄鼠狼吃老鼠。你们敢信吗？我家居然有一条食物链。不过我爸经常打破这条食物链，抓蝎子炸着吃。刚看到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我说爸，你吃蝎子，那壁虎吃啥？我爸说没事壁虎能吃蚊子我都安排好了。所以我们家经常吃蝎子，确实挺好吃的。长大之后才知道蝎子一直都很贵，现在一查要600-700块钱一斤，我都不敢算。我爸一算，一家4口20多年吃掉上海一套房。家里确实是太破了，所以我就看不得一些凡尔赛文学。就比如以前学课文，刘禹锡写的《陋室铭》，我就特别不能理解。我说这哪破了？他只是说了一句斯是陋室，也不说家里哪破。就开始唯吾德馨。说什么外面的草色入帘青，这也看不出来你家里哪破呀？对吧？你家要真像我家那么破，你能忍住一句话不说啊？写到后面，刘禹锡自己都怀疑，还问说何陋之有？我说对呀，
我也想问你啊，何老师呀，要不你来我家看看呐？我家太有了。我觉得刘禹锡要是先来我家再回他家，他写不出陋室铭。要先来我家再回他家一看，他说哟这阿房宫赋。当然大家不要误会，我也不是因为我家破就很骄傲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我还是挺自卑的。我只会和一个村的同学玩，因为一个村呢，他们早就知道我家有多破了。对，他们家住的都是楼房，但是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是有点自卑。虽然他们也不会说我家破什么的，但我知道他们只是看破不说破。所以我就不想让任何人来我家。但我也是没想到，有一天英语老师突然拉个电视说来修电视，我爸会修电视，我觉得让老师知道我家正破真的太丢人了。但我觉得老师好像，他应该只是知道这家人会修电视，他不一定知道这是我爸，对吧？啊，所以我就说，我说，老师啊，你也来修电视啊？那你先修吧，啊，我先走了。结果老师说你爸给你修电视还要排队啊？啊，我说啊，对啊，确实不用排队啊，那我插你前面了啊。我原本觉得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已经很惨了，直到有一天我听我爸说，这个房子不是我家的。我家没有房子，这房子是我舅的，借给我们住的。我当时就被这个破房子弄破防了。我说爸，那咱们家有什么？这个床是咱家的吗？不是啊。那柜子呢？也不是啊。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也开始不是了。我说那你们在社会上打拼这么多年，你们打拼出来什么了？该不会只打拼出来一个我吧？所以我就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能住的房子，我也一直在催我爸盖房子。最开始没盖房子，确实是因为没有钱，但是有了钱之后，我爸也不盖，他一直在犹豫，到底是在村里盖，还是去集镇上买，或者凑个首付，干脆去市里买。所以你们能想象吗？我们家在那个破房子里面住了那么多年啊，居然是因为选择太多。不过前2年我家终于在村里盖了新房子了，啊，盖的确实有点晚了。就我8岁的时候想要的玩具车，你20岁的时候再给我，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想要的房子就像罐头一样会过期。啊，因为我现在想要上海的别墅啊。盖的确实有点太晚了，所以我对我爸其实是有一些怨言的，就体现在比如说他现在总是催婚，但我不想结，我完全就有理由回应他啊。他说你不结婚，那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怎么办？那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自卑不就行了？我讲完了，感谢各位。冠军！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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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爷锁票倒计时，来，再次热烈的掌声！厉害厉害厉害！我最喜欢就是他那个小四爷怒怼刘禹锡那一段，太绝了，太精彩了，就太有画面感了。咱们4个是一起拍的灯吗？对，他这个河洛之友。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恶趣味，我特别喜欢就是重新解读我们小时候学的所有的课文、所有知识的那些梗，我特别喜欢。还有，我觉得小四爷是第一个，就是你从第一句开始就基本上赢得了我，你基本第一个梗开始就一直越来越炸。对，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牛的一点。唱歌有一种叫开口跪嘛，就第一句直接就炸了，然后他就这个效果。但是他更厉害的是，因为他第一句抓到你，他后面就要更厉害。对，而且他的谐音梗也一点都不 low， 他中间有2个谐音梗。河洛之友，对不对？一点都不 low， 河洛之友啊，河洛之友。
完了，我还想说一句是，这场是很罕见的一次穷二代和富二代的大 PK。然后我们在这个脱口秀的历史上，一般都是穷二代会胜出啊，是不是？这个大范围的观众会感情上对穷二代更认可，或者怎样？我觉得完全不是。今天虽然高寒在我心目中也是当之无愧的决赛级选手，但我觉得还是比他略逊一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警告一下，留给中国富二代选手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如果不努力的话，会被穷二代彻底淘汰。对，非常牛，非常牛。谢谢。你是从哪年开始演？对，怎么就开始啊？最早就是觉得大学毕业可能找不到一个好工作，然后挺喜欢脱口秀的呢，所以就想想试试能不能来讲脱口秀。但是我当时在上海是完全是个新人，也没有上台的机会。然后当时得感谢四笑喜剧老板，他说让我去应聘那个就是在门口检票可以给上台机会，对，所以感谢四笑喜剧，感谢。现在的房子好了吧？啊，对，前2年家里盖了新房子了。它其实是我人生前20年最大的一个烦恼，因为我的人生前20年都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度过的。今天带你们去看我住了20年的那个老房子，需要先坐3个小时高铁，然后搭公交车到隔壁的那个镇，大概2个小时。因为我们镇没有通高铁，也没有公交车站，所以最后一程是我爸开3蹦子来隔壁镇接我，然后3蹦子再坐个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到我们村里了。看一下，对，这就到了，就是这个房子啊。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因为那边有山，这就是村里唯一的出入啊。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你看这全是缝隙，所以老鼠还有各种动物爬进来非常容易，你知道吗？这边本来有一张床，就是我和我爸睡在这边。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肯定当老的都希望早点结婚，相当于我的终身大事就完成了。对，老的都是这么想。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腕，无案牍之劳形。一进门，我爸可能觉得这墙太破了，所以他就把我们奖状还有挂历贴在上面。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窗户，我爸他也住了20年，他也20多年，他也不装玻璃。孔子云：“可陋之有。”你之前上过其他的线上节目吗？3年前我就上过，是脱口秀大会第5季，对啊，是海选还是进了节目？进了节目，然后一轮淘汰吗？对，表现很差，所以记不进，所以很正常。哎，那年我有吗？没有，大张伟老师在。哎，对了，我就知道到我这儿了，整半天了，我说我怎么走啊？这个地儿，这都有这么多光啊！你有印象吗？我叫那车到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这边没有？但是也得这么说啊，就是说那个。对，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咱不能说今天的进步是不是过去那个没有今天这么精彩？其实当时是因为没有讲好，初茅庐是吧？当时是1年嘛，当时第1年。对，还不到1年，还不到1年那时候。所以大老师当时没给你拍灯，对吧？对，是的，啊。你说重点，咱就是说常驻到现在，只剩我这一人就开始捣鼓以前的事儿，是不是？没事，以后拍灯机会还有。对，就是希望老师。谢您吉言啊！
哎，我特别想听听咱们这位先生高寒，你觉得怎么样？其实作为一个同行来说，我前2天听小四爷开放麦嘛，我感觉如果他把那个河漏之友这段放在收底的话，我一个同行觉得啊，他的票数可能会更高。但是我怕他把我赢了，我就没跟他说。我觉得高寒不太懂创作，就哦，技术加油！说对了，他还不懂礼貌。2位来了，请在位置上站好，我们来要看票数了。他们的票数是还可以，挺满意的，因为几乎不紧张。比我想的好吧，但是其实我感觉段子没有去年的段子好，但是我的状态可能变好了。No， 不能这样。等等。哇！当，差4票。大老师，你用了你的等等等。对，必须的。恭喜小四爷、高寒进入到晋级区，掌声送给2位。你可以了，你下去。高寒太欠了，他就让我想起来我以前招人讨厌是我的一种快感。让高寒的梗给我炸醒了，就意难平直接给你来了一个不讲道理的一个东北破产文学，太厉害了，有鸡毛啊！然后小四爷，我第一次看到4个字能亮4盏灯，河漏之友啊。2个神经病遇到一起的感觉，就脑子可能有点傻，但是人格是机灵的，是有幽默感的。他俩只是最真实的人，因为脱口秀演员在台下永远是互相呛的，永远是互相刻薄的，永远是互相嘲讽的。那我要这个全村的希望，全村的希望，因为他这个有点跟我撞了啊！我是这个全村的希望。这2个农村人那能行吗？我必须得把他给整掉，然后这个节目只有1个农村人。你家叫啥吧？哪是镇子上吗？不是啊，村里啊。什么村？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下楼镇乔河村。那你输了，我是永安村1组的，我比那个我们屯我们叫葫芦头的屯，我在村下面还有一个这个行政单位。反正我也是村里最底层那种。不是啊，你没有我农村啊，我比辽宁省鞍山市泰安县高丽坊镇永安村1组。你家种的是啥？小麦、玉米。咱家种的是玉米跟水稻。这个还有什么可比性吗？麦稻之争。就是道义有道。不要吧。咋了，高寒？emo了？你段子里漏事让我想到我家鸡舍。哎，你说我家鸡要没出事儿，现在是孜然的还是蒜香的呢？哎，你别哭啊，咱俩同是天涯沦落人啊！不是，我擦汗呢，太热了。咱家鸡生病的时候也是发热，又有点难受，想喝酒。还好我在来之前就在美团闪购点了冰啤酒和冰西瓜，你感慨感慨，我凉快凉快。喂。哎，美团闪购真快呀！这鸡爪子还没啃完呢，都送到了。说到鸡，别急啦，多用美团闪购，机会有的，机会也会有的。马上要来 PK 的2位是鸡翅和王野。首先要上场的这位来自会说笑喜剧的新朋友，让我们有请来自广东的鸡翅。Hello， 大家好，初次见面，我叫鸡翅，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对，我叫鸡翅啊。首先感谢高寒一家对我的养育之恩，谢谢啊。不用，不客气，不客气。我第一次踏上这个舞台，我想问一下在座的男生朋友们，就兄弟们，大家是怎么发现自己长得不怎么样的？还没发现是吧？给你们推荐一个小技巧，就我怎么发现的？就前段时间啊，我在那个小某书上面发自拍，很多姐妹们点进来看，还艾特她们姐妹们进来看，留下3个字：你老公。你知道吗？被艾到的姐妹也会艾回去，哎呀，你老公，你知道吗？我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你老公，21世纪的包办婚姻。蛮奇怪的，对吧？真的，我是一个普通人啊，我就很羡慕那些很特别的选手，我很羡慕那些学历特别高或者特别低的演员，他们一上来就可以自我介绍，说我来自北大，来自交大，来自大专，观众听完都会哇，我来自那个广东财经大学，你看，沉默是今晚的2本。对吧？没有人尊重这个2本，你看，真的没有人尊重。我当年跟我爸说我考到什么财经大学，我爸问我能不能帮他代开发票，你知道吗？没有人尊重这个学校。我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了一个很小众的专业，叫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我当时以为我入职了，就这种2本的应用型学科，就教的东西就很纯粹，他真教你怎么卖房。你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一进大学开始卖房，反差也太大了。高考前我还在那背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我一进大学我说每平35000，还什么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后来没有办法嘛，因为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朋友也知道，就我们这个专业可以说是塌房了。我毕业第2年就给取消了。我这个专业真的绝了。哎呦，专业也能烂尾。后来没办法嘛，就考研嘛，想提升一下学历，考到那个哲学。我就说为啥穷嘛，穷则思变嘛。哎，我当年考到哲学，我爸都疯了。我爸每天阴阳怪气讽刺我，每天跟我说哲学好啊，跟房地产一样的。搞的都是上层建筑，哲学好，以后找不到工作还可以自洽。我只能劝我爸嘛，我说不是这样的，不要这么物质，对吧？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就黑格尔的角度是这么想，就没有，它反倒是一种拥有。我说爸，你懂我意思吗？我爸说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因为我能理解，因为哲学跟房地产就很难融合到一块儿，一个纯粹，一个有铜臭味，对吧？你很难想象，就苏格拉底他在搞哲学的同时还搞房地产，对吧？别人怎么请教问题？别人过去问他说：“苏总，请问人生3大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苏总把烟一掐，地段还是地段？那种感觉，对吧？很难受，很难受，没有办法。老实讲，我当初考研就是为了提升一下学历，但是现在出来找工作，发现不是这样的。就 HR 除了看你的最高学历，他还要看你第一学历。哎，我一开始也不懂，我第一次去面试，那个 HR 问我说：“同学，你的第一学历是什么？”我说：“啊，阳光宝宝幼儿园。”面试完就给优化了，那种感受。而且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所有年轻人都在被比较、被分类，对吧？就电影不分级。牛马给你分成P5、P6、P7，下等马、中等马、上等马，每匹马还觉得自己是千里马，想等一个伯乐，等半天等来了田忌，田忌也不培养你，纯鞭策。你每天问田忌今天晚上要加班吗？田忌说加，对吧？我这匹马只能当场写离职信了，离职信就6个大字：老板，你马没了。真的蛮生气的，而且老实讲，我考的这个研其实还不错，我考上的是那个
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你们听到广财就不是这个反应，人就是这样，你知道。而且我提到中山大学哲学系，有熟悉节目的朋友应该能想到另外一位朋友，于翔宇，他曾经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对，我跟他在广州一起干了4年脱口秀，然后他去年上完节目之后，我还老给他发微信，我问他，我说兄弟啥时候回来广州聚一聚？他每次都跟我说有事儿回不去，有事儿回不去。后来我就明白，就有些事儿他确实回不去了。你知道，就兄弟上完节目之后，我线下演出也变得很尴尬，因为老有观众发那种就比较拉踩的那种 report 那种评价。我印象最深的一条评价是这样的，他说，同样都是中大哲学系，研究生鸡翅的段子深度明显比不上本科生于翔宇。看来第一学历真的很重要。我说你要干什么？我的心也会痛好吗？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比较跟拉踩一直都存在，就无论在什么时代。我心想，即使回到唐朝，也会有人在杜甫写的诗底下留言，同样都是大唐诗人，杜甫的深度一看就比不上李白。杜甫能怎么回啊？杜甫只能在底下回啊，真对假对。而且你们有想象过我们杜甫吗？我们杜甫的感受吗？我们杜甫多委屈，像舔狗一样。我们每天写的都是什么思李白、忆李白、春日有怀李白。你转头一看，李白在赠汪伦。哎，真的，你从广州搬家都是我给你搬的，你的猫砂都是我给你铲的，怎么一转头，付航成了你最好的朋友？哎，桃花潭水3000尺，还不及拍沈赠你情。哎，很多朋友看到这会问我是不是破防了，是不是就是破防了，就是破防了。我们搞房地产最了解怎么破防，全烂尾了能不破防吗？茅屋为秋风所破，好吧。真的，我写这篇段子，我来节目我也不为别的，我就是想让兄弟常回微信看看。我在微信很想你。我的专业已经烂尾了，我不希望我的友情也烂尾，我想维权我的友情。在我眼里，就是友情第一，学历第二，这就是我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2，你知道吗？同时，我也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少一些门户之见，别再分什么第1、第2、第3、1本、2本、3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今天讲到这，谢谢你们，谢谢。在他们两个后面太难讲。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鸡翅。谢谢朋友们，谢谢。鸡翅在这个节目的第1场演出，然后讲这个段子的目的是找他哥们儿，找人。寻人启事，主要是不是？开玩笑，没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心里特别想聊的一个话题，对，就是关于一些门户之见，以及关于一些友情。对，你在说之前，你会发微信告诉他说你上这个节目，然后可能会说了啊，回来说大可不必是吧？没有，也是回了4个字，我也是挺感动的，回了4个字叫比赛加油。哇，厉害！没有回3个字你是谁啊？太棒了！再次把掌声送给鸡翅，鸡翅休息一下。要和鸡翅1v1 PK 的王颖，这位选手特点是他会用特别平静的表演来呈现特别不平静的内容。掌声欢迎王颖。大家好，我叫王颖。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生病的事情。我2年前得了乳腺癌，对，我是乳腺癌赛道。但是我已经治好了，你们不要太紧张啊！我一开始也犹豫要不要讲这个话题，我想我要讲这个，我怎么区分观众给我投票是因为好笑还是因为同情呢？后来又一想，我要的就是同情票。我是怎么发现我得这个病的呢？我外甥在家疯跑，一头撞到我的胸上，我的胸就一直疼。
后来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确诊乳腺癌之后，说实话我有点生气，我就问医生，我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小兔崽子撞的我？我总得怪点啥吧，总不能怪我自己吧？医生说不是啊，反而是因为他撞了你，你才能这么早发现这个病。你是这里所有人里边最幸运的，你知道吗？我说这里最幸运的不是你吗？我现在接受了，就生病不是因为我外甥啊，我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熬夜和吃外卖。我妈说的，吓唬你们一下。生病之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为什么是我？Why me？ 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啊，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当时特别叛逆，剃了个光头，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剃光头，给我问烦了，我就给他们说，因为我得了癌症，在化疗。想到这个，我吓了一跳，我去，老天爷不会以为我当时在许愿吧？住院之后，医生跟我说手术方案是要全切，就是把一个乳房全部切掉。这个消息还挺冲击的，听到我就哭了，因为我知道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乳房，还有未来50年的择偶权。我当时哭着和我男朋友对视了一眼，我觉得那一刻我俩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完了，这回不好换了。我不是说女生少一个乳房就找不到男朋友啊，我知道有的女生很优秀很有魅力，你别说少一个乳房，你多一个都能找到。我只是说我真的很难找。我男朋友后来跟我说他不介意我生病，不会因为生病跟我分手，他人真的挺好的。但是我听过一句话，没有天生的好人，只有被约束的文明者。所以我要把他的不介意告诉所有人，大家一起把他约束成一个文明者。我男朋友人还挺好，但他嘴特别欠。生病之前我俩刚好讨论过《老友记》那段女生的身体有哪些敏感点，确定要全切之后，他说：“哎呀，这不得少一个敏感点吗？”我说：“我虽然少了一个敏感点，但也多了一个敏感点。”你说话给我注点意。医生说我可以做重建，装个假体进去，但是会很疼，恢复期也很长。我很怕疼，就拒绝了。医生一直在劝我说：“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还年轻呢，你要不要考虑你男朋友的意见？他想装怎么办？”我说：“他想装，让他装，他能装2个。”我能理解医生的顾虑啊，很多人会觉得少一个乳房之后人就不完整了。我有朋友甚至专门过来安慰我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完整了。亚马逊的女战士为了方便射箭，会直接把自己的右乳房切掉，他们的完整形态就是没有右乳房。”我说：“可我切的是左边呢，要在他们那儿，我左边不完整，右边挺多余。”手术前一天晚上我还挺紧张的，我们病房4个病人都睡不着觉，家属，我们世界上最亲的人在打呼噜。我睡不着就看了一下，发现只有我妈没睡，我当时特别感动，觉得还是我妈最爱我。我就说：“妈，你也睡不着啊？”我妈说：“这怎么睡得着？呼噜声这么大。”手术之前先把我推到手术室的走廊上，长长的走廊上只有我躺在那里，就很容易乱想。我脑子里全都是手术失败怎么办，治不好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是误诊，误诊能赔多少钱，全是这种想法。后来为了缓解我的恐惧，我就想唱歌，但是因为太害怕了，我声音都是抖的。我躺在那里唱2只老虎，2只老虎跑得快，我越唱越难受，他们一直没有眼睛，一直没有耳朵。但是他们是2只老虎，有8个乳房。手术还是挺成功的。手术完我就在医院和其他病友聊天，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建议。有个病友就说我们最好不要吃海鲜，因为海鲜不利于伤口恢复。有个病友说我们不要吃甜食，因为癌细胞喜欢糖分。有个病友说不对吧，医生没跟我说呀，他让我想吃点啥就吃点啥。
我现在还在进行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是打绝经针和吃药。绝经针就是让我不来月经，所以我今年30岁更年期了。这个年龄更年期有一点尴尬，因为我有了更年期的坏脾气，但是我没有更年期的家庭地位。我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想骂我男朋友，但是又一想，我对他没有养育之恩。我现在的内分泌治疗还剩下3年啊，我现在会感到潮热、疲惫，很不舒服。想到20多年之后还有一次更年期，我就特别难受。我朋友就安慰我说，命运还是很公平的，他虽然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你打开了一扇窗。虽然你的乳房变成了1个，但是更年期变成了2个。很多人生完这种大病之后会有一些变化，变得看得开一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我没有这种变化，因为我以前就不在乎。我感觉我这么多年怪异的行为终于等来了一个答案，原来我一直活得像一个癌症患者。现在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找个正经工作？我说因为我得了癌症。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因为我得了癌症。你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我喜欢问别人为什么。No。得癌症有一点好处啊，以前我也这么说话，他们觉得我疯了，现在他们觉得我只是病了。手术之前我有好几年都不穿胸罩，路上总会有那种男的直勾勾盯着我的胸看，特别讨厌。现在我还是不穿胸罩，你们看还是挺明显的啊，一边鼓的一边空的，因为我想给那些猥琐男一点小困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王颖锁票通道倒计时。我之前看过王颖的那个视频片段，当时我就挺喜欢的。然后今天表现的实际上比我看你线下表演的时候状态还好，更举重若轻，更流畅。虽然是一个悲伤的事情，但让我们笑得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就是作品的优秀和表演的功力造成的，所以非常敬佩。对，谢谢。王颖真的，他在舞台上表演这个段子，表演得很自如。有的时候，再好的内容，如果没有一种自由的表达，对，可能他会给现场的观众以某种压力。对。太好了，王颖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棒啊！因为很多人面对一些就是一定会心里非常恐惧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像王颖这样的演出，就真的能带来心中的慰藉跟那种平静，然后感觉有一种感觉特别。刚才他说了一句话，我马上就要哭了。他说他一直活得像一个癌症患者啊。所以我这么多年怪异的行为，终于等来了一个答案。原来我一直活得像一个癌症患者。重点就是在于那个点真的很打动我。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许没病，然后或者有病没病，这个世上活着都要找到一个真正自个儿该走的路那个样子，特别棒。好。我们作为女性观众里面，她就是直面自己身体和有一些表达，我个人会特别喜欢，然后会带给我很多的力量。谢谢。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颖。来了。我们来看一下鸡翅和王颖的得票情况是王颖242票，成功的进入到晋级区。鸡翅202票，要在待定区继续等候。机制很棒啊！来，主要想让就是同样得乳腺癌、同样生病的观众，或者是其他在困境的人，告诉他们就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没有关系。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其他病人，我感觉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就是外界会怎么看待他这个病。我自己本身不是很在乎这个，所以我想把这种想法传递给他们。来，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的1v1 PK 的2位，屋顶和安全出口。我比他聪明，你比他聪明，我看看谁比较聪明。你糊涂啊！你们几家一个主不？这3个都不聪明。我们是安全出口，我们也来自会说笑喜剧。
听听李梦洁老师说什么。咱们解约吧。我真不知道谁比谁更聪明。赛前我们自己聊天就大家开玩笑嘛，说到时候我们就内战啊，起码能保一个。然后结果没有想到真的内战了。我们两个跟吴鼎会玩的更多一些。第一是我跟吴鼎家靠得很近，第二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爱好就是打桌游。我们基本每1-2个星期就要聚餐一次，包括大队长家里的猫也经常来我们家玩，然后我们家的猫和他们家的猫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是感觉像宿命一样。吴鼎大家应该有印象，因为这位朋友上一期来过。他自己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潜心修炼啊，重新出发啊！掌声欢迎吴鼎。哎，大家好，我是吴鼎，哎，你们好。谢谢。然后我叫吴鼎。第2次上节目了，去年淘汰太快了，现在我从杭州来这儿录，凌晨淘汰，中午就坐家里了。高铁是真方便，我以为又做梦了，是不是没选上这回？哎呦，我特别难受，我也想这晋级，我想写京剧，我回去潜心修炼，我研究，我看书，看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书特别好，看不进去。好书都这样，我看了1年，前3章看了3遍，卡拉马佐夫给我卡住了。我想不行，咱就直接看京剧吧，我就去网上查他的京剧。我一查发现这个书有点过时了，他那个京剧根本不流行，什么上帝与魔鬼做斗争，战场在人心中，太晦涩了。我想要的京剧是那种简单易懂又流行的，什么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这多高级！我查了一下，这句出自大兵的《我不》。找错名著了。而且现在看书真的很难集中注意力，你看2页书就去刷短视频，看2页书就去刷短视频。我自从开始看书以后，每天多刷2个小时抖音视频。我现在特别沉迷那种竖屏短剧，就是那种特别土的，什么3年之期已到，恭迎龙王回宫。我第一次刷到的时候嗤之以鼻，我说这种没有营养的垃圾怎么可能上瘾？我刷到后半夜人都急了，我说下集怎么要收费呀？龙王到底死没死？我现在发现我这种人就是爱吃垃圾。网上有什么创作者、消费者，我是分解者。我在网上到处找垃圾吃，我在网上属于是赛博苍蝇。哪有垃圾哪有我，每天晚上可开心了啊！又找到一部短剧啊！我现在看短剧看的有点魔怔了，我写段子都开始写那种爽文脱口秀。我给你来一个我最近写的，注意看。车祸醒来，我竟然回到综艺淘汰的前一刻，全球脱口秀水平下降100倍。只有我带着记忆重生，这一次我要改变这一切。刚一睁眼，张绍刚指着我说：“吴鼎淘汰。”我说：“哼，你会后悔的。”张绍刚勃然大怒说：“哎呀，你个废物还敢顶嘴！给我打出去！”冲上来50多个保安，刚要揍我，突然一道人影从天而降，住手！定睛一看，竟然是李诞。所有观众也震惊了，什么？连蛋总都出山了？这小子是什么人？李诞无视其他人，径直来到我的面前，参见神君。全场观众大惊失色，什么？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幽默爆笑神君？
说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所有观众彻底疯了，说这也太好笑了。谐音梗这种神迹已经失传100年了。我站在台上邪魅一笑，哼，脱口秀改变天了。这就是我现在写的段子。我在家沉淀了1年，没写出金句，写出短句来了。我说这不废了吗？我说得想办法呀。我最后给自己想了个自救计划，咱啥也别看了。自律，隔绝一切诱惑源，制定自律计划，早睡早起，每天创作6小时。第1天就失败了。我第1天10点躺在床上，我就开始过我第2天的计划：早晨8点起床，空腹有氧，创作6小时，写200个爆梗。想着想着，人又开始幻想了。我说这也太自律了，这么自律，明年肯定就火了。到时候挣个1000万，你说这可咋花呀？然后就开始规划这笔不存在的钱。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存银行吃利息，1000万存定期。这种保守的理财方式一听就是老穷人了。你没有办法，人的想象力是受制于物质条件的。你们见没见过穷人写爽文？胡老太80大寿，家门口豪车云集，某朋某来比某敌。我幻想我买别墅，我当时想的是得买在地铁旁边，通勤方便一点。没有办法，我当时就开始查哪家银行利息高，农村信用社，3年以上利息最高2.15%，就是我这1000万扔进去，我每年啥也不干，到手21.5万。以我的消费水平，我财富自由了，我每年还能攒个10几万，攒下来我再加仓农村信用社。钱生钱生钱。哎呦，我越想越兴奋，我都想好我怎么去存钱了。我就穿得破破烂烂的，我拿编织袋装着我的现金，我就去农村信用社。那个银行经理肯定看不起我，一进门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哪儿来的叫花子？敢进我们银行？我不慌不忙打开编织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现金光芒直冲云霄。经理说什么东西？行长也惊动了，直接从3楼跳下来，给了经理一个嘴巴子。混蛋！你知不知道，整个 A 市都拿不出来1000万。你被开除了，先生，对不起，有眼不识泰山。表达歉意，这是我们农村信用社全球 VIP 黑卡，然后我个人再送您一本书，全是金句啊，乖摸摸头。哎呦，你越想越兴奋，越想越沉浸啊！我当时已经忘了我没有这1000万了。哥们儿玩的就是虚拟货币。哎呦，我这个人真的，我太爱幻想了。我本来想早睡，虚空理财到2点。哎呦，我这个人成功不靠努力，纯靠幻想，纯享版成功。我现在太爱幻想，我幻想多了以后，我甚至现在有个新想法，我觉得幻想比努力更有性价比。我仔细想过啊，朋友们，你努力不一定成功，但肯定很累。我幻想不一定实现，但绝对很爽。那你努力成功，拥有名利，享受生活，最后获得快乐。我幻想直接快乐。我还不用努力，哥们儿纯快乐。人生的捷径就是活在幻想里。幻想最大的优势就是幻想永远不会出差错。现实可不是这样的，你旅行最快乐就是出发前你幻想目的地有多独特，你去了发现都一样，薯塔烤肠大鱿鱼。我在上海很想你。你网购最快乐就是等快递，你幻想那个衣服穿上有多好看，衣服到了以后发现是人家模特好看。谈恋爱也是，你最快乐就是刚认识，幻想对方人有多好，
哇，以为找了个王子，面具一撕开是杨子。这就是现实生活，人生的捷径就是活在幻想里。我熬了1年，我悟到了，今天免费分享给你们。我这次上节目主要是为了开民智。没有时间了，我本来稿都没写，我本来上来就一句话：99%的国人都活错了。现在跟我做梦，到时候节目播出去，肯定全国观众恍然大悟。哎呦，说的对呀，感谢尊者为我们开悟。我们永远追随神君。谢谢大家，我是吴鼎，谢谢。爆笑神君。各位，抓紧时间为神君投票。来，吴鼎，左票倒计时。谢谢大家，谢谢吴鼎。哎，老师，对不起，只是需要一个反派，然后刚好撞上了。你需要一个反派，世上有这么多的反派的。我想说的是，我完全不在意。哎，谁会和神君较劲呢？哎，你看看这心理啊，太好了。这一年真的是短剧让你升华了，你换了个人和上一季。不是，这就是真正的我，上一季是虚假的我，天之骄子，活烫死。对，上一季想着说，哎，第一次来可能写一些我认为比较线上的东西啊，然后发现效果不太好，我说那就做自己吧。哎，你路过镜子的时候会参见自己吗？参见神君。哇，永远不是他，居然是镜子。我太喜欢了。哎，你说金句这件事儿，我觉得已经金了，已经剧了，太金太剧了啊！人生的捷径就是幻想，对不对？啊，不，这句话我觉得开悟了。行，时间差不多了，大老师。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拥有了再多，最终也是为了图个高兴，对不对？对，你提前已经活在那个高兴之中了，那个叫预制快乐。我是拍了的，但是我犹豫了很久。对，为什么会有这个？是因为虽然大家全程笑得都很愉快，但他的这种低俗笑料让人产生强烈的羞耻感。正如我们身边很多人看短剧的时候，虽然偷偷看、偷偷付费，到了公司假装不看，说我不看那些东西。公司的啊，对对对啊。你们回想一下，那个周星驰老师的早期岁月，也是把那些恶俗的东西拿过来做解构，但是走到中途后边，人家那个思想境界啊、内涵呐、深刻程度就起来了。虽然还是那种无厘头的搞笑和解构，非常希望能看到你在这个赛道上不停留在只是现在这么简单好玩。好，谢谢罗老师。在脱口秀的舞台上，第一次有人这么说微短剧，而且把微短剧这么行云流水的变成自己的脱口秀表达，了不起！吴鼎，谢谢大家。休息一下，要和吴鼎对战的，是一组漫才演员，他们同样来自会说笑喜剧。漫才一般有一个是装傻的，一个是吐槽的，俩傻现在但是这两个人呢，他们的特点就是都觉得自己比对方聪明哦。掌声欢迎安全出口。哎，到，哎，上面也有，哎，到了，哎，大家好，我是逼仔，我是大队长，哎，我们就是安全出口，哎，最近刷了很多这个短视频，我也刷了很多。看短剧？哎，不看短剧啊，不看啊。哎，刷了很多那种高级餐厅的探店视频。哦，这个我也爱看啊，对吧？啊，哎，我没去过嘛，没去过。哎，我问你啊，哎，假如给你个契机，给我个契机，哎，你什么契机会选择去那种比较高级的地方吃饭？德尔斯调。啊？德尔斯调嘛？什么玩意儿？德尔斯调的。
慢点，慢点，是什么玩意儿？搭档突然死掉。搭档突然死掉，吃席去了你啊？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觉得那种地方肯定很注重服务。哎，我觉得也是。哦，哎，这样我们来一下。可以啊，你服务一下我。好的，好的。先生你好。哦，哎，你好，恭候您多时了。谢谢。哎，一位的话，请坐。啊，这是我们的菜单，您看一下。先生，不要折我们的 iPad。哦，这是 iPad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手劲儿真大。我来这个海鲜套餐怎么样？海鲜套餐啊，海鲜套餐的话稍微复杂一些，是有这个食材挑选环节的。现挑食材啊，我们今天的食材有帝王蟹、金枪鱼、石斑鱼。石斑鱼，石斑鱼听起来像死了1年了，这鱼。石斑鱼，石斑鱼，石斑鱼啊！您选择了石斑鱼。对对对，那石斑鱼你的选择是？我选择那英老师的战队。我还有反选的环节，选导师来了。那我选帝王蟹。帝王蟹，对，帝王蟹。不好意思啊，先生，没有帝王蟹了。就在刚刚，帝王蟹被工人蟹推翻了。我听您这个口音，您是东北人？哎，是东北人啊，请允许我为您制作一道小鸡蘑菇。哦，小鸡炖蘑菇，小鸡拌蘑菇，小鸡拌蘑菇，能吃吗？喂，不要小瞧我们的鸡拌，谁跟你有鸡拌呢？你在这燃什么呢你？我们这儿用的就不是普通的小鸡哦，不是普通的小鸡，我们这儿用的是我们自家精心培育的扁嘴小鸡。扁嘴小鸡，对，那不就是小鸭吗？那不就是啊？嘎嘎嘎的小鸭吗？那不是？哦，那个叫小鸭，小鸭做牛肉的小鸭。别做牛肉，别让小鸭做牛肉，就让小鸭做自己，行不行啊？好燃啊！燃个屁呀！谢谢大家，是安全出口。我是感觉漫才本身是一个非常难于操作的一个艺术形式，就是因为他要装疯卖傻，像精神病一样。他们的表演上好像还残存了一点聪明。残存这个词儿，就彻底傻，就彻底像精神病，离那个还差那么一丢丢，就感觉再精神病一点或者再傻一点，就会达到那个浑然的那个状态。现在还有点聪明是吧？这毕竟是在这个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已经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我们把吴鼎再次请回舞台。我们看一下两组优秀演员的得票情况。吴鼎240票，恭喜吴鼎进入到了晋级区。安全出口，加油！是，要在待定区。幽默神君，今天这个什么短剧幽默神君，这玩意儿是真正的吴鼎。参见神君。挺250的，但是又是那种脑洞大开的状态，特别，我超级喜欢。我觉得人类的真知已经被他找到了。吴鼎，我现在崇拜他。他就是金句之王，我觉得他就是现世尼采，我觉得他就是找到了人类的真知，我太喜欢他了。马上要对战的这一组，周新宇和李玟。首先上场的这位，他的表演轻松快乐，掌声欢迎周新宇。大家好，我叫周新宇。谢谢。我去年谈了一场恋爱啊，谈了一个弟弟。哦。我俩差12岁。啊。为什么每次演到这里啊，女观众所有的反应都是哇，我也要这样，男观众只会说畜生。非常快乐。哎呀，他是02年的嘛，我是14年的。说年纪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放心啊，他成年了。我们是在饭局上认识的，他真的很帅，帅到什么程度啊？刚加上微信，我就把他的照片发给了我所有的姐妹，我的姐妹又发给了他的姐妹，子子妹妹无穷匮也。可能有的男生听到这里会担心自己谈恋爱会被发出去啊，不会的。然后聊着聊着，我发现他刚大学毕业，当时很震惊，当时哇，这么快就要开始老牛吃嫩草了。
太奇怪了。我以前看到这句话，还会把自己带入草。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就把自己带入老牛了呀。可能是从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开始吧。我是真的觉得当老牛也太好了，你当了老牛，你才能发现这嫩草啊，它每年春天它一茬一茬的往上长。前2年我对男人要内外兼修这一点还有过一些幻想。前2年我还跟00年男生吃饭，当时觉得哎呀不行，没脑子。现在又过了2年，开始跟02的吃饭了，现在觉得哎呀，我以前是真没脑子。因为我发现啊，男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变得更加的成熟，但却一定会变得更老。所以我现在决定就喜欢22岁的。22岁可太好了，22岁就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你想一想，他刚刚大学毕业，还很清爽，又有进入社会的能力，还没什么钱，正是需要帮助的年纪。所以我打算今年报22，明年报22，后年报22。真的，当然，如果他特别优秀的话，咱们也可以破格考虑接受他的衰老，对吧？温柔体贴的能接受他23，情绪稳定的能接受他24。所以以后大家能从我男朋友的年龄上，就能直接得出他的综合评分。我不仅要物化帅哥，我还要量化帅哥。但是啊，跟这个弟弟相处了2个月，然后我发现这个弟弟也并不简单，他开始缺钱了。他缺的不是大钱，他不是缺30-50万的那种，他就是缺30-50块。这你很难给不起，对吧？我要不给他这点钱，他都活不过24。他还是挺简单的，他就是每个星期4都要疯狂一把的那种，你都觉得有点可爱了。每周喂他50，一个月疯狂的消费我200块钱，每个月200，听着特别像我在他那儿办了张卡。你感觉别人谈恋爱是什么良缘孽缘，我只是个尊贵的会员。有时候桌上放的50块钱突然没了，我都呀自动续费忘关了。刻板印象里的姐姐不都感觉会给弟弟花老多钱了，对吧？我现在也不想消除这个误会，我现在一般对外就说对，就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要什么就给他吃呗，总不能让孩子饿死吧？所以你们也听出来了，对吧？跟我谈恋爱管饭，但包住就有点费劲了。我还是传统，我觉得男人还是要穷养。不是，他能找我，他甚至都不是一个物质少年，他只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少年。但我还是很不喜欢在感情里掺杂金钱的关系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会问我一个姐妹，她是那种完全不相信男人的，每次都跟我说女人不要给男人花钱，跟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然后把她照片发了过去，她说这个花点就花点吧，这个一个月200也不多，他们宿舍几个人啊？但该说不说啊，我最多也就给他花200，再多就不行了。不是我没钱，是我有责任感，不能哄抬物价。哄抬物价就导致通货膨胀，嫩草一膨胀就惯坏了，薯条都敢点大份的了。很快就分手了，因为随着弟弟的年纪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每天开始想要点吃的，要点穿的，要点玩的。我俩分手的原因就是我落后的生产力并没有跟得上弟弟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本来我这篇稿子就演到这儿了，但一个男演员跟我说：“你这稿子有问题，你把人过于物化、过于工具化是会遭到反噬的。”我心想，现在你知道女人的感受了。有时候我也感叹啊，你就感觉这个社会上就没有不物质的男生了吗？我不知道，所以我又来上节目了。每年6月又到了大学生毕业的季节，
毕竟啊，花有重开日，一个宿舍就6个少年。我决定以后就不叫周星宇了，我以后就叫招娣、来娣、盼娣。讲到这儿，谢谢。其实心语最后的那个表达是他这一篇的关键，就是你们终于知道我们的感受是怎样的。但是呢，他把这一个放到太最后，所以前边很多人可能内心还是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可能被冒犯到的感觉。一开始不敢笑，后来有一种感觉到可能是不是太物化了。总之，当这样情绪太过长到你最后那个关键的点给出的时候，他已经不可能把整个的现场的氛围给挽回来了。对啊，但这样的表达太重要了，因为这个话题只有我们可以讲，他才能够把有些问题特别正式的、不油腻的、不轻浮的摆在这个舞台上面。其实就是当年龄有差异的时候，一定是男的是大的，女的是小的，这是我们固有的一个概念，我们已经被规训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他的这一段表述其实非常的，我觉得是很勇敢的。所以我会觉得我必须要拍这个灯，这是我刚才想表达的这个灯的意义。谢谢鲁豫老师。首先，我很佩服你讲这个话题，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女性脱口秀演员不怕冒犯去讲这些，我其实是很高兴，所以我觉得你选题没有任何问题，但这个选题风险比较高也是事实。再次掌声送给心宇，谢谢。要和心宇 PK 的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的新人，掌声欢迎李玟。嗨，我是李玟，我是一个学生，我现在在读化学的研究生，然后已经研3了，已经明确的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搞科研的材料了。我那个论文写的跟段子一样，没有论点，只有笑点。我那个论文给我导师看，每次看3秒钟就开始做表情了，每次看我论文就这样。还问我呢，说你这个文章准备在哪儿发表啊？QQ 空间啊？哎，我导师人非常好啊，一个非常慈祥的老教授。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年纪稍微有点大了，讲话有一种习惯，他特别习惯性的使用设问句。他只要一开口，他就会自己对自己提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回答他自己，那感觉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每周都跟我们开会，开会一上来就是同学们呢，你们这个实验做不做呢？要做。那是不是只做实验呢？哎，不是。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我们现场都没有人理他。那除了做实验，还要干什么呀？这就是你们要思考的问题。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时间长，你真困惑。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平时生活中跟他身边的人也这么讲话吗？尤其是我师娘，比如他们2个谈恋爱，导师走到师娘面前，他说：“嗨，跟你说个事儿。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怎么样呢？”美丽。哎，我这段时间以来啊，对你都非常的什么？心动。那我是不是喜欢你呢？这个有点猥琐了吧？但不是讽刺我导师啊，因为我们关系特别好，特别熟嘛。认识3年了，有不熟的时候。刚来那会儿，2个人一天到晚见面的机会都不多，我特别想在他面前表现自己，想舔他。刚好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要开他的车带着我从上海到浙江湖州去出差，要开2个半小时，朋友们。那我和我导师刚好都是那种不太会讲话、不太会聊天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2个这种人，你坐那个车上坐2个多小时，
那肯定是很尴尬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俩尴尬到上车说完第一句就找不到第二句了。上车过后，他问我，他说：“李文，你做好了吗？”我说：“我做好了。”他也不开车，我们俩就在那儿僵持了10几20秒。我说：“什么意思啊？”我没做好啊。但他只是单纯有点慢，就导致场面很尴尬。不过好在，因为我想清楚了要舔人家，头天晚上就准备了3个话题。想好了，明天上车过后先聊家乡，再聊年龄，再聊家庭，2个半小时很快就混过去了。上车过后我就开始准备说话。我导师姓朱啊，我叫他朱老师。我说：“朱老师，您是哪里人呀？”朱老师很好，他说：“我是杭州人。”我说：“杭州。”没准备。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杭州有西湖。”他说：“对。”我说：“我去过灵隐寺，还挺灵的。”他说：“对。”很明显，朱老师也不爱讲话，但人家也是很有情商的，他也听得出来我已经说不下去了，他就把话茬给接过去了。他说：“小李，你是哪里人呀？”他一提问给我整得有点紧张了，因为我只准备了问题，我没有想到他还要问我，但好在人家问的也简单嘛，我就好好说就行了。我说我是成都人。他说：“嚯！”很明显，他也没准备。我就知道已经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就要下一个话题了。下一个话题准备问他年龄，我就问他，我说：“朱老师，您现在多大呀？”问完就感觉有点暧昧了。一上车问完家乡，开始问年龄，感觉自己要追他一样。但是朱老师人真的很好，他跟我说我是63年的。我说63年，好啊。63年。属兔，我是99年的，我也属兔。朱老师，太有缘了。您大我36岁，那您今年就是71了。朱老师一边开车一边对着我，他说：“小李，61了。”我在那反应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我说61，还真是，那也是高寿啊。我说完这3个字，他就不理我了，朋友们，很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很明显。但是你知道，我就光坐在那个座位上就已经很紧张了，那个话再一说错，人就更紧张，人太紧张过后，那个脑子完全开始乱转了。本来下一个话题是准备聊一聊家庭，我想问问他太太，那个脑子开始乱转过后，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说我问他太太。万一他太太已经死了呢？那我也太没有礼貌了吧，这不是很冒犯吗？这个念头从我脑海里面一闪而过，电光火石之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朱老师，你现在单身吗？”救命啊！给朱老师整晕了，朱老师还在开车呢，还转过来，他说：“啊，就这么尴尬。”这个故事到这儿其实就结束了。前段时间我去问朱老师，我说：“朱老师，我要去节目上讲这个故事了，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这3年，我每次一想到这个事情，我都尴尬的脚趾抠地。我觉得当时的表现真的特别差，给你留下特别差的印象。他说：“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怎么样呢？”忘掉他，谢谢大家，就讲这儿，我是李文，拜拜。李文锁票倒计时。你把这个段子讲给过朱老师吗？这个段子没有讲给过朱老师，因为我
这个段子其实现在台上只有6、7分钟，但其实在线下的话，这个段子总共有20多分钟的时长，是我一直在，因为那个车程会很长，一直聊。对，车程会很长。这个车上还有一些别的事儿。哦，当你的老师好倒霉啊！对，一直窗口看朱老师，朱老师说怎么样呢？这孩子还不走啊？然后一直记着啊。所以李玟演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呢？非常可爱，好，真不错。当时我就想，这个灯拍不拍呢？哎，得拍。有很多老师有这样的习惯，你有没有这种习惯？我不会，因为我会警醒自己。哎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以前不是做法律节目，然后就是嘉宾，他说话特别爱说成语，但是他留最后一个字，接龙啊，让您啊，不是，听我说啊，所以少康这个案件，害人听什么呀？闻呢？你不能接吻，我不能接吻，这是他的一个说话习惯哦。害人听什么呀？不是闻啊，不能啊，表演也不行啊。怎么样？这段慢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大老师，这就慢才嘛啊！学会沉默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件很难的事情？是的。那我们先学一下沉默。没事儿，那咱们隔山打牛。来，我来。您来，可以，我们来。害人听什么呀？完全猜不到。害人听。3人慢才，谢谢，3人慢才。因为我在当老师，所以李玟的这个我非常喜欢，对老师的观察非常准确，细致入微。这个世界上不光有一个朱老师，都是朱老师。我有时候很佩服这种演员，就是他这个事儿其实是个破事儿，是，对，是的。你刚才说师生情什么，你都是鸡汤话解读了，我已经往上拔了，就硬往上拔的。对，我是感觉就是个破事儿，但是抓的特别准，特别细致入微，然后让我们回想起自己生活经历里某一个说话有那种古怪习惯的，虽然不一定跟他是完全对应的，但类似的某一个人特别有趣，然后产生很强烈的愉悦感和那个什么东西，就特别好。其实我想就是您刚才那个话说一下，因为我想特别感谢一个演员，就是也是咱们这期节目里面来了的演员是李梦洁老师。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小的破事儿。然后，我之前在写这个段子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有提醒过我，或者说质疑过我说你这么小的一件事儿，你还要继续写下去吗？要有什么好写的呢？然后直到有人给我推荐了李梦洁老师发在网上的一个关于1818黄金眼的一个30分钟长左右的一个段子，也是一个破事儿啊，说的特别有意思。对，他讲的特别生动，特别有意思。然后我看了过后就特别受鼓舞，然后才继续把它写下去。你已经做到了，对，非常好，非常好。让我们再次欢迎心宇回到台中。我们来看一下周星宇和李玟他们分别获得的票数是。李玟254票进入到晋级区，心宇需要在待定区继续等待。挺好啊。马上要对战 PK 的2位是小块和徐志胜。